后场击球是羽毛球的入门技术，千里之行需始于足下。反手击球发力方法以及在握拍上有哪些注意事项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严毅，今年30岁，打羽毛球打了有1年吧。最近一段时间就没有太大进步，主动进攻比较弱，这也是我一个问题。一直想找一个好的机会，说能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指点一下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赵指导，你好。怎么称呼？姓严，姓严是吧？对，小严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就当一个朋友之间的来往。好，行。这样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先再打一打，我看一看。好嘞。哎。好，行，活动了几个，我感觉上哈，这个发力还相当不错。为什么？就是有些球还是可以打到后场的。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那个球如果比较有时间的话，打得会比较舒服。当别人就打得比较快的时候，那你的击球点比较偏后的时候呢，那个球就打得不舒服了。对。这是一个是击球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步伐。我刚刚打了几个全场以后呢，就明显就是步伐上面你跟不上。还是练的就不熟悉，所以你不够快，对，你变成你可能只有一步，对，再远一点，你一步接不到了，就又少一步，那个呢就有点辛苦了。是还有一个就是反拍，还可以，就是可以打，但是呢那个球过来就是说有点不顺。等一下我们就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后场，我稍微讲一下后场的一个高球，还有它有一个反拍，我再教你一些过渡这样。好。这个后场，比如说有高球，就是很高的单纯的，有个叫平高球，还有一个叫平球，所以这里面有3个概念在里面，都可以用。比如说很被动的时候，我打个高球，目的就是说我有时间回来争取时间。平高球是带有一点进攻意识，平高球是很重要的一个。那为什么讲它重要？因为这场地就是说就这么大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靠什么把别人拉开呢？高球跟吊球。你高球打得越厚，质量越好，那他跑的位置就越大。你吊球吊得越近，越贴网你质量高的话，他的也跑得多，所以这样他场上面积拉开了，空档就出来了。但是你刚才这个高球呢，我就说第一个呢打得不够到位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的高球没有球速。这个概念就是你的球是送给别人的，慢。对不对？就是我如果跟你打的话，你打高球，你是送给我了，变成我来选择怎么打你。对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首先一个意识方面要有一点改变。我的高球是要拉开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对。所以你的第一个呢，就是球的弧度不要太高了，我要打得稍微快一点，我给你不舒服。你过来球可能比较高，给我舒服一点。对不对？如果你平球呢，它可以到很，可是它太平了，人家可能在这个中间就可以把这球拦到了。就可以拦截。对。但是每个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通常用的话，就是平高球用的比较多。那其实真正的变化主要在拍面的控制。是发力到最后基本上是一样。拍面是手腕的控制还是说？拍面当然是在这个地方。在这边控制。对，在这个地方控制。好，这样我们来试一下。好。对的。好，放松不要拼命用力，对手腕力量集中一点，对，放松，对的。好，停一下来，我觉得这几个球就有点像平高球了，我不懂你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球的球速已经快了，人是这样的，当你这个提高了以后，它辅助的东西也要提高，也要跟进了。你如果说这个球打得很快，你还站这个地方。好了，你下一拍就开始被动了，时间更短了。对。当然这里面就是这个就是在控制跟被控制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不错。反正我再做一些示范。好。当然我刚才就是看到有一些就是发力的问题，因为你的球还不是特别厚。不厚呢，但是你就变成人家的场地就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最后的一瞬间就是这个一瞬间，
这个对，我看您是这样收了一下，好像是我一般我就你是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没有爆发出去啊，所以应该你是这样是挥出去或者叫对对对打出去，我们这个是要闪出去或者啊爆发出去，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我说你应该是有力的，但没有好好的用了。对，我不会用这个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一开始你先不要用力，你像比如说这个球你可以轻一点这样，所以他这个球他也可以出去。嗯。还不够干脆啊，干脆一点。再干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停。感觉怎么样？可我感觉有点出手以后，拍子不太能控制得住。对。啊，这个你怕飞出去。我要如果顺着下来，感觉好像能卸力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嗯。像我现在在没打球之前，我的手应该是很松的，但是你也抓不走这个拍子。嗯。后面2个手指可以抓紧的，没关系。就是你如果真的怕掉出去了，这2个手指是你拿拿看，你拿得出去吗？哦。你用点力没关系。啊。他不会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又很放松。他真的用到力的时候，他可以，你看这个腕力就可以出来了。那你跟这样，你看是2种不同样的，是不是？再试试看。好，放松一点，不要怕。所以您打球的时候，这边一直是这2个手指会用力的是吗？也不能一直。我只是现在告诉你，这种是应该是不会，但是你再松一点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慢慢寻找一点感觉就好，好不好？再试试看，来。放松，对，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哎，对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很舒服。好，停。我不懂你感觉，反正我的感觉很舒服，好像感觉一下那个劲啊，对，而且球好像也比较厚远一点啊。包括到了你要杀球，其实概念是一样。打球不是说拼命用力，你用多少力，对对对，是要看你用多少力，用在这个打球的那一瞬间嘛，主要是。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提问一下自己，我用那么大力，我所有的力是用在那一瞬间吗？对，我也经常有这种问题，就是说你如果用了很大力，实际上你没有用在那一瞬间，那是浪费你的力。刚才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反拍哈，反拍，比如说做一些过渡，看看再看看。您说过渡是指？比如打一点前半场吊球啊，吊直线的或者吊对角这些。在过渡的时候啊，哎，对对对，首先自己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像这样的球还算可以的嘛，因为过渡一般来说一个算比较被动，对，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质量，也要注意点球速。这球速怎么来？就是手腕。刚才那种感觉，找找看啊。好的，在对角打看，打个对角，啊，对角主要控制你的拍面哈，直线对角拍面的控制啊，放松放松，对，不要用力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再边一点哈，再边一点，对，哎，很好，感觉上就是有点硬。有硬，对我很别扭，这个手就已经对在用力了，所以这个就有点浪费了。打球就是没有打球之前，人应该就是很自然，让自己就是你这样你转起来也比较快一点。你想硬的这个地方，你转来转去的都很别扭。所以说在没有用力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去自己跟自己好像在较劲儿一样。因为一般我们这边都很弱，一到这边心里就紧张，然后自然他就。但是我就说，反正打球嘛，我们带有一点娱乐性嘛，所以你不要让给自己加了那么多的那个压力一样。对。这里面就是握拍可能要有点变化。好，你过来一下来。你比如说啊，在这个比较主动的情况下，可能他可以这样打。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要打对角的话，打不到了。这种握拍打不到。这种握拍打得到。那什么时候变到这边的呢？就是看这个球在什么地方了。但是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也能这样打。但是也能这样打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这样打了。但是我能这样打。
你看这个球，你看我这样，我还可以打到对角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你说这样我打得到吗？它转不过来。对对。所以这里握拍还有一点变化，所以这个球我还可以再打到对角。放松哈，哎，好的，动作不要太大，打到就停住。哎，对对对，有了，但是切的球是切的啊，切的，拍面还不够正哈。好的，这种就是现在这样打是比较舒服的，球也比较快，但是就是还不熟悉，就比较生疏。但是我就觉得，记住你能够做的比较好。只是不熟悉，多去做，还行吗？行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？比如说你刚才没有看到的。我觉得如果被动的时候，我刚才打这2个角度，如果我加力打后边就比较困难。像这样被动就是打后面的话，一方面就是你要那个腕力要很充足。像专业运动员，因为他的就是说到最后他的腕力比较好。他这个球被动，他很到后场，所以这一个方面加强力量。还有一个，刚才我就是说动作方面，还按照刚才就比如说这个发力最好还是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你可以借点力，借点身体的力量，这个一个摆数，这个是一个摆数是等于是一个力了，力到了这个地方怎么发出去，还是靠这个，你听这个声音，你有这样的话，这个球应该会比较厚的，你现在你挥看，你挥不出这个声音球，这个还算好的。握拍还要放松，握拍的话，那到这边放松到什么时候，握拍就加力？就是那一瞬间要打的那瞬间，对不对？其他时候你千万不要抓，真的要打的时候就突然这样一下抓住。之前还是放松。松，来再试试看。哎，很好。哎，这个很好，最后这个声音是很舒服的，很干脆，就说明你发力是对了。多练，还是发力的问题。多练，还有一个就是松一点。那你看看还有其他？就刚才您教我这个发力啊，就是比如我打后场球也是，对，也是到这停。那是不是真的以后打起来以后都会到这停呢？还是说会？基本上，力量发出去，只是你怎么给它放到准备去了。你比如说这个打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打完以后你怎么准备而已。比如说像我们这样，它是这样了，我拍子是在这儿，你可以做一下，没关系，你挥一下给我看看就行。然后我是不是？这发力以后，然后我觉得力量就没有了，很僵硬。对，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松下来。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说，这个球已经打完了，我应该是没有力了。这个时候它是自然下垂的。对。以后再打的时候，你就先打它，以后你就反正力量已经没有了嘛。它自然它会下来的。全部力量都是用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讲的再怎么多，还是要多做，多做它才有体会嘛。行。你看，就一个方面就是说。整个人呢不够松，你知道吧？人一旦一僵硬以后，他很多东西他没那么自如。包括像启动啊，以后要稍微注意点，就让人这个稍微松一点，自然一点，就像当成你在跑步啊，或者你在跳舞一样。你跳舞的时候总也是要有个协调性，对不对？也是这个。还有后场这个击球点，击球点因为太厚了，球太高。包括像我们如果真的击球点很厚的话，他也只能出的那个球比较高。除非我们就是要逼自己，压平一点，收快一点，他才能够到下一拍了。一个加强自己的步伐的移动，你退快一点的话，那这个球就点在前面，也还可以打别人。缺失被动的话，那就是说10万可以压，还是可以把球压得平一点，压得快。